我们这一期视频的主题就是极限续航测试，而主角就是这台吉利银河 E8， 看看在满电状态下长途高速行驶，这台吉利银河 E8 的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拿的车型是吉利银河 E8 的中配，其实也是目前的主销车型，对吧？然后它的续航版本是665公里的续航版本。我们刚刚在市区里面已经绕了一会儿，绕了有27公里了，看见没有？27公里了。然后这台车呢，我们今天做续航测试，最主要就看一下600多公里的续航，如果我们跑一个中长途高速的话，表现到底怎么样？然后续航达成率怎么样？我们今天是去杭州，到杭州304公里，现在导航还有304公里，然后它会写的到达时候的电量还剩余44%，当然这是他预估的，我们看一看到达时候电量还剩多少？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应该可以走，感觉差不多，因为毕竟600多的纯电续航给的好像还是挺长的，但实际达成率怎么样，跑高速怎么样，我们还得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待会儿就上高速。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测试条件，看一下温度，现在室外温度呢是7度，应该不算特别高的温度吧，7度。然后我们两个是2个成年人，我的体重呢是160斤，比如说我有130，没虚吧？没有，那加起来差不多就是290斤，再加上我们的拍摄行李啊、道具这些东西吧，300多斤吧，300多斤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的空调看一下。27度，风量2档，这个是正常开放的。然后关于测试的时速跟大家说一下，测试时速的话，我们整个高速一般都会在时速100到110之间去测试，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来体验一下这台车跑高速的时候超车动力怎么样。正好前面有辆车，来，我们直接超它，切换到运动模式，奢侈一把，来，准备3、2、1，走你！还可以，超！给大家看一下仪表盘，我们从100开始 ，OK， 时速97，来，3、2、1，走，拿住了，120，130，哇，这个加速确实挺快的，是吧？因为这个车它是有4驱性能版，那个很强，那个我之前去赛道里面测试0-100加速，我当时跑的是3.5和3.5G，但这个车虽然是个后驱版车型，它的官方0-100加速呢也可以做到5.95秒，然后我实测的是6.2秒左右。这样的动力的话，对于一个家用车来说，真的是挺快了。你想想，在之前一个 2.0T 的小钢炮 GTI 也只不过跑到6秒多，接近7秒的成绩，但现在这种后驱一个电机给你干到5秒多，6秒以内。所以这个动力大家不用担心，我觉得是完全 OK， 高速超车挺轻松的。对，赶紧切换到经济模式，我们还在做续航测试。然后我们现在加上市区的话，到现在其实已经跑了有差不多2个小时，1个小时54分钟，跑了106公里。然后你坐在副驾驶，你感觉坐起来的感受怎么样？这个座椅我感觉挺舒服的，也挺软的。对，其实我们公司的银河 L7， 然后那个车其实坐起来也挺舒服的。我感觉现在吉利的座椅做的挺好的，它的头枕跟我的脖子我感觉很贴合。然后这个车其实我刚跑的高速啊，有2个点我就特别喜欢，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来，这个遮阳板，一般的遮阳板的话，如果这样遮阳的话，放得很低的话，其实我的视线被挡住了，就是有时候需要这样看，或者有时候要么就这样看，那你的遮阳的面积就小了一些。但银河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下半部分就是一个类似于墨镜的形式，透明的，然后又能遮阳，又能提供比较好的视野。这个我觉得还挺细心的，然后另外一点，你发现没有？今天外面太阳真的是特别大，外面太阳很大，但是它的这个全景天幕颜色做的还比较深，然后基本上挺密的，没有什么光进来。我记得之前有很多车其实全景天幕的，你坐在里面的话，就是那种太阳打在你头上，都在车内都有影子那种情况，然后这个就完全没有。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数据啊，来，已经跑了280多公里了，然后平均时速是80，然后平均电耗只有13.4，哇，
对于一台超过5米的这样的纯电车来说，跑高速这个电耗真的是挺低的，对吧？真挺低的，13.4挺低的了。然后其实关于这台车呢，我们这段时间呢，我已经开了，其实差不多快1个星期了。感受怎么样？对，因为我们做了跟比亚迪汉 EV 的对比体验嘛。然后这个车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亮点，主要是一个方面，就是这台车的操控会特别的好，因为它和我们公司之前的极氪001那台车你也开了，就操控特别好。对，就他们是同一个平台的产物，所以这台车，所以它的遗传下来就是操控会非常棒，包括它的转向的手感呀，包括车子的简单的变道啊，非常灵巧，操控体验会更好一些。但是相比汉 EV 的话，其实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感觉。大概还有100公里不到，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了。继续。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跑了有多少公里。先来看一下小计里程，一共跑了341.5公里，然后时间是4个小时25分钟，那平均时速77公里每小时。因为我们上高速之前跑了很长的一段市区，包括杭州市区里面堵车，还包括中途有时速80的限速，所以平均速度会拉得比较低一点。然后我们整体的速度大概会在100到110之间去匀速行驶的。OK， 平均电耗13度电每100公里，这个电耗还是挺低的，对吧？毕竟这么大个头的车。最后呢，我们再计算续航达成率，行驶了341.5公里之后呢，表显剩余续航还有246公里，满电续航为665公里，那表显续航减少时419公里。通过表显减少续航和实际的行驶里程，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续航达成率为81.5%。这样的续航表现确实出乎意料。按照实测的续航达成率计算的话，那满电续航实际差不多能够跑到500多公里了，中长途出行和日常家用都能满足。